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现在是早上，我刚洗完脸的这个状态，什么都没有涂，我就想一边护肤一边给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用的东西，以及我对产品搭配的思路跟习惯，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从洗面奶开始吧，因为我的脸已经洗完了。其实摆在洗手台上呢，我一共有4支洗面奶，然后会根据皮肤的状况去使用。比如我之前提到敏感状态，我会用这个酸奶的洗面奶。而资生堂的这款呢，它去油能力比较强，我用的比较少，它就是一个强皂基的日系洁面，所以它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用。然后这个呢是针对毛孔的一个洁面，之前有介绍过，现在用的比较少，因为现在天冷了，出油量不是那么大。然后我最近主要用的其实是这一款。之前有讲过啊，然后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其实本身它这款的话自己就会出泡沫，但是泡沫不是那种很多的，所以我还是习惯用起泡网。泡沫就是这样比较有空洞的那种泡沫，但是洗完皮肤是还蛮柔软的。因为我已经洗完一阵子了，目前还没有特别强烈的紧绷感，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虽然作为一款原料桶的品牌，就是价格很便宜，然后也没有什么香味，但实际上你使用完之后它是不容易紧绷的，而且它里面也含有水杨酸，清洁力比较不错。我觉得这个洗面奶还是挺适合有活动的时候去入它的。洁面之后呢，就开始正式的日间护肤步骤。通常我会一样使用护唇膏，是这个一心堂的柚子护唇膏，我特别喜欢这个，在你的唇上涂抹一下。那很多人没有养成涂护肤品之前先涂护唇膏的习惯，你可以涂厚一点，然后用你的手稍微打圈，嵌入你的这个唇部的这个纹理里头。主要就是保持唇部的这个滋润，涂多一点也没有关系。它的这个油光不是特别的明显的。如果说你全部护肤完之后，你觉得油光很明显，你可以拿纸巾稍微按一下，然后就开始正式的护肤。其实化妆水我是比较喜欢的，之前我也介绍过，所以我一般会使用3种以上的化妆水，但是它们是针对不同的功效的。培里康的这个清洁化妆水是一款去角质的化妆水，搭配化妆棉来使用，尤其在现在这种空气变干燥，你是不需要每天来使用的，通常会间隔1-2天使用一次，或者觉得最近黑头比较多了，我会使用一下。一定要根据你的这个气候跟皮肤的状况。它的味道其实是带有一点清凉感，但是有一点发臭的味道，其实是不好闻的。记得这个耳后这个部位，尤其是油皮这个后面的部位一定要带到，擦完就是会这种黄黄的。培里康的这个化妆水呢，它其实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清洁化妆水，他们家的专利成分 DMAE 可以收紧老化造成的毛孔。这个成分本身在人体里你自身也会产生，但是会随着自然的老化而流失。除此之外呢，传统的水杨酸跟贝塔羟基酸也有添加，所以它有针对出油造成的这种毛孔粗大，双管齐下的。所以我觉得这款水在一众清洁水里头我还是蛮喜欢的，我已经用了好多瓶。虽然它只有118毫升，但实际上非常的耐用，特别推荐在马上黑五的时候去购入，会比较划算。我觉得比国内的代购还要便宜，海淘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上次提到的驼贝露的这款水，上次只是说我在使用，但是并没有强调它的效果。它其实算是一款前导的化妆水，虽然倒出来是这种传统的水状的质地，但实际上涂在脸上它是会干燥的，就是上脸是正常的水的肤感，不算是一款传统具备保湿力的化妆水，而是一款调理水。使用后瞬间吸收，它就会变成涩涩的，甚至于在这个季节还会有蛮明显的紧绷感，所以它其实是蛮适合油皮的。它主要其实还是针对痘痘细致毛孔这个层面，因为它有用到2%的壬二酸，壬二酸在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是会有干燥，所以它是蛮紧绷的。虽然看起来我一下子用了好几个水，但它们其实都是针对某一方面的功效型。第3瓶的时候呢，才是真正具备保湿力的化妆水。这是最近 One by Glossy 出的一个新的保湿化妆水，就是它的那个海报特别好看，但实际上实物塑料感有点重，然后也是用到高斯的一个新技术，这种透明质酸跟神经酰胺的复合物，它倒起来其实也有一点点像精华，非常的柔滑，尤其是你在整个涂抹完之后，你摸你的皮肤，它是非常的滑的，刚上脸的这种肤感做得非常的好。但是这个水里面其实还是含有酒精的，而且排在成分表的第4位。通常像这种保湿的化妆水，我会涂抹2-3遍，就是在脸上，然后按压延展涂开，
我看很多人很喜欢就是拍自己的脸，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就你可以拍侧轮廓，有一定的紧致效果，但是有的人这么拍的话，其实是对你的两颊会有刺激。然后按压促进它的这个渗透吸收就可以了。本身它这个酒精其实也有促渗透剂，所以说这个水的吸收力是挺好的。不过有一众优秀的保湿水来说，它这个时候推出来，我并不觉得它有多么好用。就还蛮普通的，其实与其买这瓶的化妆水，还不如就买他们家的那个保湿精华，那个的肤感会比这个好很多。化妆水之后就是精华液，首先我用到的是这个 Norva 的这个美白精华，在之前发的视频的弹幕网上看到有人说用了很多瓶没有效果啊，目前来说我打开已经用了第11天，我觉得透亮的效果还是有的，但是不可能用完这瓶就会有改变肤色的那种能力。首先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用够量，这样的一个精华我10天大概用到一半的样子，它是这种真空按压瓶，其实也挺方便的，能够保证你全部都能给它按出来。会先用2泵这样的全脸延展之后呢，我也会搓热双手进行按压。最近看到一个博主，他是医生，有分享到就是说我以前都会学牛尔老师的方法，就是往上做提拉，但是那个医生就是说这么做是不对的，会把皮肤拉扯松。听他讲完还有一点点担心，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这么护肤的，但听他讲完之后，我就习惯了变成按压，就是尽量不要大力的去拉扯它，因为日系一直都是推崇筋膜的这种提拉，基本上就只提这个部分，然后大部分我都是通过按压的。那么其实这个精华呢，我在脸上会使用4下的量，所以我会再按压2下，为了避免就是4下直接上脸，你吸收会比较慢。它还可以叠加别的精华，比如说如果是白天的话，可以叠加这个 The Ordinary 的这个抗氧化，你大概滴几滴就行了。然后如果说你觉得你两颊有一些突然冒出来的红，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欧玛的精华。顺便说一下，大家千万不要买欧玛60毫升，因为你根本用不完。这个精华真的不会像网上说的，你一下子用几滴管，我觉得是乱来。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完全没事啊，我从3滴变成5滴、6滴，然后都变成更多的量，后来它就长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红点，我觉得还是太强效了，就按照它的要求3滴就够了。它是这种油橄榄的质地啊，我又多滴了1滴，大概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把它混合。这个油橄榄精华其实真的还蛮适合油皮的，因为它涂上去之后会有一点点拔干，那么油皮因为本身就会出油嘛，干敏皮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不适，所以不要看这个产品的风很大就盲目的去买。刚涂上的时候会特别有光泽，特别油润，因为毕竟是油的这个质地嘛，很滑，但是吸收之后它是亚光的，叠加在一起使用，这样的话就是刚刚好，维持一定的油润度，而且吸收完之后也不会有很明显的油光。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这边就冒出一个红点，像痘又不像痘，而且还会有一点痛，然后我就涂了它，第2天就消下去了。可是我这个地方有一个痘印，它也是突然长出来的痘痘，我就一样也用它，它就消不下去。所以就如网上别的博主讲的，它特别适合那种突发出来的火，而突然冒出来的真正的痘痘呢，你还是用 The Ordinary 的这个杜鹃花酸会更加有效果。通常情况下我会建议精华就是2个左右，不同功效的，不要用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早上，可能会觉得油腻，或者是不同功效的东西会相冲，所以简单一点。它是针对哪方面的功效，以及它不能跟什么去搭。比如说这个油橄榄，你在使用的时候尽量就不要搭任何的那些猛料的成分了。接下来就是眼部的部分，有3个产品啊，其实正常情况下2个产品就可以了，就是一个眼精华加一个眼霜。因为我要试更多的东西，所以我把这个眼精华也打开，我就是分早晚来使用。普通的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用1种就好了，因为通常这类精华它打开之后都会有时间限制。圣威特呢，它打开后是1年； La Prairie 的鱼子精华呢，它打开后是半年。看得出来我没有用多久，刚打开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还蛮惊艳的，就是不可能涂完细纹消失，但是它的滋润度真的很好，不需要激活，你直接挤出来它就会融合在一起，还是那个标志的香的要死的贵妇香。然后轻轻的在眼周点开，眼下为主，然后你可以点到你的眉弓骨上，因为这个精华其实主要是针对眼轮匝肌嘛，所以眉弓骨上都可以点到，然后还剩下多一点点的地方你可以涂在法令纹上，所以它按压一次出来的量还挺多的。然后
轻拍，我还是会喜欢有一点点的提拉，但是一定就是不要这种很大力的去拉扯你的皮肤。你的眼部精华用的是比较足量的，其实它是顺滑的，一点点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你能感觉到就是整个眉骨到眼下的这个地方会有往上提拉收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不会特别的明显，因为我本身眼部也不是很垮，但是你在涂抹过程中的那种收紧感你是自己能感觉到的。比较关键的成分呢其实是四肽杠三跟 DNA 钠，它主要呢就是能够收紧跟那个促进胶原再生的作用，所以这些顶级大牌其实并没有只像一些喜欢植物这个植物那个植物的那些大牌一样，它真的是有用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浮夸的有效的都加，所以最后才会有效果。而圣薇特的这款眼部精华呢，就是算是瑞士一众就是比较贵气的眼部精华里面我最值得入的，这已经是用了好几罐了，因为它的价位相对于这些来说呢，其实能够买很多支了，用的成分更加精简，就纯粹的就是维生素啊、肽啊、小麦蛋白，等于说全部都是好东西，然后滋润度也非常的好，它挤出来是这样的一个质地，保湿性很强，揉抹开之后也是那种非常柔滑的，可以瞬间嵌入到你的这个干纹小细纹里头，而且它里头呢其实也是有像这种矿物的成分，可以很好的缓解眼部的这个老化，促进胶原新生。缺点也是有的，缺点就是用起来很快，虽然大部分眼精华都是15毫升，它也是，但是你看我才打开没多久它就已经耗掉这么多了，所以它的消耗量其实非常的快，正常我觉得也就1个月吧。这两款眼部精华呢，它其实除了收紧都有去浮肿的作用，因为有的人早上起来会有眼部明显的浮肿，尤其是眼睛比较大的双眼皮。我觉得过了30岁以上，无论你眼部问题明不明显，你都要搭配眼部的精华，就是你可能不一定非要买多昂贵的，但是功效型的胜肽啊、A 醇啊这类的，其实有蛮多的选择，可以去试一下。眼精华之后就是同款的这个眼霜，广口瓶呢就是取舍比较难，我用这个苏库的这个条棒，这个苏库的条棒真的是做的工特别好，很厚实，一点点的这个量，用无名指轻轻的点开，延伸到眉弓骨的位置，快速的将其像晕染拍开。眼睛往上看的这个动作呢，可以让你眼下的这个细纹撑开。通常我会鼻子往这边拉扯一下，因为我拉的过程中这个部分的细纹也是会舒展，然后我会这样往上看，轻轻的让它延展开。圣薇特的这款眼霜呢，我觉得跟它的眼精华在一起就属于强强联手，因为它不仅针对我们在意的细纹，比如说用到了胜肽、肽3千这种复合成分，然后它也用到咖啡因，像欧洲切树，所以有很好的收敛跟促进血液循环。比较多人会在意的黑眼圈问题，它其实也有一定的改善。作为瑞士的高级品牌来说，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最后一步的面霜，最近在用的是欧珍婷的这个老网红的银霜，它的这个瓶子呢，其实跟网上描述的说特别精致高级，我觉得是不沾边的。虽然它是这个高级的紫金瓶，但其实它就是一个乌漆嘛黑的瓶子。如果你拿光照的话，它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紫色，不知道镜头上能不能拍得出来啊，就是这种紫色，但是挺难看到的，因为它整个瓶体都非常的厚，所以其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这个紫色。盒子长这个样子，盒子还是蛮美的，上面的是这个纸的包装，就很有质感，很漫画，它很像一个法系跟日系结合起来的一个产物。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送人的话其实还蛮有质感的。然后这个产品的话，它其实非常适合油皮或者混油皮，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算是霜状，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比较偏乳液，比较水。上脸之后呢，按压吸收之后，它其实是亚光的，而且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虽然官方说是这种草药的调香，但是我闻到了话梅的味道，就是话梅糖，然后再结合一些什么香草的味道，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它不是一个怎么说非常时尚年轻的味道，它属于比较古老的一种那种感觉的味道。我大概取这么多的这个量，开之后它会有一些些泛白，然后你按在你的脸上，然后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完全靠按，所以我还是会搓揉，
轻轻的延展，它涂起来还是有一点包裹感的，但是它涂抹完之后真的是哑光的，就是真的不会让你觉得厚重。现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作为被天后捧红的这种老网红，其实它还是有蛮不错的东西在里面的。就之前我其实观看它的这样的一个包装，我觉得它很像三无产品，但其实如果你去看一下它的官网，还是蛮有质感的。让它用到的这个胶肽银呢，其实本身银我们知道有很好的抗菌的作用。另外一个核心配方呢，是从鲑鱼中提取的 DNAHP， 这个成分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胶原新生，而且它可以达到一个超完美的水合作用。就是我们可能听过，就是过分的水合会让我们的屏障紊乱，所谓过分嘛。那么其实本身自然的水合作用是什么呢？可以让你的角质层充盈，充满了水分，那你的皮肤看起来就很蓬润。而胶肽银跟刚才讲到的这个 DNAHP 的成分，它们相互组合呢，就可以实现超级抗氧化、抗老的作用。所以这个面霜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抗火或抗老紧致的一款全效面霜。之后呢，就剩下护肤的最后一步，就是防晒了。我最近在用的是这两款产品。那么如果我最近的皮肤状态不太好，就是哪里觉得不舒适，我就会用这个 Nuva 的，因为它其实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还有修复的作用，是为数不多的带有这种功能的防晒，我就会用它。它有个不好呢，就是它挤出来有颜色，我之前有介绍过，会粘到口罩上，所以通常我不太出门，在家宅着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用它。然后如果我出门的话，我最近就会用这个 IFSA 的这款，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修饰作用，就不会粘到口罩，非常的方便，你按压一个蜜粉就可以出门了。还有以上就是全部我日间使用的护肤步骤了。而晚上的护肤步骤呢，其实跟日间是差不多的，只会把一些精华替换掉，比如说会替换成 A 醇什么的。改天我们再来说晚间的护肤我用了哪些产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看。